刚挤进晚八的地铁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。地铁规则：禁止出现噪音。警报响起后，地铁里陷入一片死寂，只剩几个刷视频的人仍然沉浸在最大音量的外放里，边看边笑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车厢内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光，车门轰然打开，那几个笑呵呵的乘客变得双目无神，整齐地放下手机，排队跳下了车。车门在关上时，玻璃上已经染满了血色。面对这骇人的场面，我狠狠拍了拍脸，发现并不是梦。环视四周，满是和我一样慌张的乘客。这时警告声再度响起，检测到环境无噪音，规则正式启动。一、地铁行驶中，每10分钟抵达一个站点，请乘客们留意车间广播。2、每抵达一个站点，地铁开门，请勿在车厢内持续逗留。3、本路线除起点和终点外，共有6个站点，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规则，请务必遵守。4、完成站点规则后，乘客方可安全回归车厢，前往下一站。严禁提前回归，否则后果自负。5、驶过6站之后，地铁抵达终点，唯有终点代表安全生还。注意，前方到站恶鬼桥。广播结束后，地铁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束泛绿的幽光照进车厢。虽然仍处在蒙圈的状态，但我还是赶紧跟着人群冲下了车。下车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的石板桥，桥下有一潭死水，无数煞白的手臂漂浮在水面，密密麻麻，不停挣扎。桥上则端坐着一位身着黑色旗袍的女荷官，她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，指了指桌案，那里有一颗红枣模样的骰子。欢迎大家来到恶鬼桥，骰子有大小，猜中者生，猜错者或是不想猜的人，就请留在这里陪着我了。他的语气相当温柔，却让人无比窒息。只见他手指一勾，点中了一个人群前列的衬衫男，随后将骰子轻轻一盖，简单的摇晃了几下。他眼神死死盯着衬衫男的脸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衬衫男顿时屏住了呼吸，犹豫再三，才支支吾吾说出答案：小。盖子揭开，骰子上的点数是5。恭喜你，留下来陪我吧。衬衫男的双眼顿时失去了神采，和之前跳下地铁的乘客如出一辙，仿佛提线木偶一样向池边走去，皮肉瞬间被腐蚀得干干净净。一阵惨叫声扎进众人的耳朵，眨眼的功夫，水面上又多了条漂浮的手臂。荷官却如同没看到这惨烈的一幕，反而笑得更加开心。下一位，骰子摇晃，是大还是小？大吧。答案揭晓，骰子正上方的点数是3，池水上方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。光是皮肉腐蚀的画面，就看得我心惊肉跳，不敢直视。而桥上的荷官仍在不停点人，摇晃着骰子，宣判着众人的生死。因为下车时跑得比较慢，所以我处在人群偏后方的位置。前面一共有32人参与，仅有11人猜中了大小。当然凡事总有例外，一位大妈不顾规则的要求，选择死活不开口。结果1分钟后，大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口一口地慢慢咬死了自己。随着荷官缓缓一指，排在我前面一位的校服少女颤颤巍巍走上了桥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少女额间全是冷汗，咬紧牙关说出了自己想了很久的答案：小。开盖之后，她看到了点数6，她绝望地向我伸手求救，却又自顾自地一头扎进了水里。惨叫声穿过我的耳膜，因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骰子轻轻摇晃，荷官微微一笑：是大还是小？我看着他渗人的眼神，从小抽卡就没出过好东西的我，实在不敢把生命寄托到运气上。荷官见我愣神，又开口问了我一次：是大还是小？从他温柔的眼神里，我猛然读出了一条最重要的信息。那一瞬间，每个人猜大小的场面都从我的脑海中掠过。原来规则就藏在他的话语之中，因为荷官会根据摇出的结果问出不同的问题。如果结果为大，他的问题是你选大还是选小；如果结果为小，他则会换一个问法，是大还是小。所有人都处于惊惧之中，竟没发现他这2套不停切换的固定话术。想清一切关节之后，我坚定地开口：小。结果停留在2。我长舒一口气，从死亡的气息里走了出来。我刚想转头把判断方法告诉剩下的乘客，却瞥见荷官对我微妙一笑，他伸出食指停在嘴唇上方，比出了晋升的手势。第1站结束，只有不到20人活着回到了车厢里。地铁重新启动，即将迎接我的则是第2站地狱山。刚挤进晚8的地铁，我就坠入怪谈世界，每一站都是一次考验。第1站结束后，只有不到20人活着回到了车厢里。听着车轮不断摩擦铁轨的声音，我不禁想，第1站就死了这么多人，后面的5站该怎么过？正当我心绪不宁的时候，旁边的女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你好，我叫青青。你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接下来的站点，我想找你合作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恶鬼桥，你其实已经看穿了真正的玩法，对吧？我不禁皱紧眉头。你怎么知道？青青没有正面回答，而
而是学着荷官的样子，把食指放到嘴唇上。因为我看见他也对你比了这个手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没错，我发现了规律，那就是在大小不同时，他各有一套询问的话术。居然和我的解法并不一致。我找到的规律是它的摇动，如果顺时针则为大，逆时针就是小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陷入沉思，原来生路不止一条。随后我看了看青青闪烁的眼眸，忍不住继续问：你还有别的发现吗？他沉吟片刻说：有，但你可能接受不了。什么？其实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青青的话让我陷入震惊之中，直到他引导我，目光移向座位的下方，这才发现车厢的内壁上竟藏着密密麻麻的划痕和烧痕。看到了吗？这辆地铁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早已经千疮百孔了。我怀疑我们乘坐了同一辆出事的地铁。与此同时，广播声突然响起：注意前方到站地狱山。车门打开，一股炽热的暖流立马涌进车厢。下车之后，对面是一座极高的火山，岩浆喷发，不断往山下流淌，在山脚下聚成滚烫的一滩，只是靠近就感觉快要被蒸发融化。而岩浆的边上站着一个身着判官服饰的男人，他拿着一个个黑色的石碑，诉说着地狱山的规则。欢迎来到地狱山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这里的规则很简单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如果不喝的话，就留下骨灰，给地狱山当燃料吧。经历了第一站之后，每个人都尽量往后缩，生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判官有些不满，他故意点出了躲在人群最后面的少年。少年无奈地走到了前方，他端着直冒白烟的岩浆，双手瑟瑟发抖。我站在远处，忍不住嘀咕：这玩意儿怎么下得去嘴？不过少年的勇气还是超乎我的想象，没犹豫多久，他就一口闷了下去。判官满意的鼓了鼓掌，本以为这便算安全通关，然而少年的身体却突然僵在了原地。只见他腹间闪起猛烈的红光，整个人瞬间燃烧起来。我和青青面面相觑，判官的嘴角微微勾起，平静的语气下却隐藏着索命的凶狠。下一位。看着判官来回巡视的眼睛，乘客们大多陷入了惊慌，往前站也不是，往后躲也不是。判官饶有兴致地挪动手指，最终指到了一个少女身上。她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岩浆，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少女没有理会她地上的石碑，反而从她另一只手里夺过了空杯子，亲自走到沸腾的潭水边，盛了满满一杯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一饮而尽。看着浑身冒烟的她，我皱紧了眉头。这是什么狠人？本以为不出3秒时间，他就会和那位短发少年一样爆体而亡，可足足过了很久，待到白烟消散，他都没有发生任何异响，反倒是一直表情玩味的判官陷入了一霎的错愕，最终无奈地鼓起了掌。精彩，精彩！直到这时，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，少女过关了。原来这就是地狱山的奥秘，既不能不喝岩浆，也不能喝判官递过来的，而是要自己亲手去盛上一杯。我看向旁边的青青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青青显然也在思考其中关节。你还记得地狱山规则的第一句话吗？我回忆了一下判官的说辞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不，前面那句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直面恐惧？没错，炽热的岩浆就是我们恐惧的来源，只有主动去喝下它，才算是直面恐惧，而从判官手里接过来的，只能算被动的妥协。我终于恍然大悟，有了少女的示范，后面的人通关就容易了许多。除了一个人因为只装了半杯，被判官推进了岩浆里，其他人全都顺利生还。这次我特意数了数，地铁内还剩下16人，经历了2站的惊心动魄，不少人都身心俱疲，一回来就靠着玻璃缓解压力。只有青青依然活跃，她找到了刚刚那个通关的女孩，3下5除2，顺利将她拉入了我们的团队。这时我也终于知道了少女的名字，小美。注意前方到站交楼台。